欢迎各位回到打边炉，我是老人吃。今天我们来到山上，那既然身为一个台湾人，最爱吃的就是火锅。这只红草鱼是我们的小文哥独家赞助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打边炉，试一下它的鲜味。啊，鱼搞定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片鱼片。那打边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锅底嘛，就是要吃出我们食材的原汁原味。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只是红草鱼。那学名是什么？可能就是大家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。不要留一下啦，自己查。留一下啦。我只知道它叫红草鱼而已，台湾近海的鱼种。那我们现在来把鱼片片下来。鱼鳞打完，然后鱼肚全部都弄干净之后，我们来把我们的鱼下巴跟鱼肚分下来。我靠！对，就是片我们的鱼片啦。下巴的部分待会晚一点，人多我们来盐烤，盐烤鱼下巴。然后慢慢的，你说刀沿着那个，刀沿着骨头，然后慢慢的把它稍微往上提，才不会重复去剔到太多的肉。切到中间的骨头，然后我们就给它翻另外一边，翻这一边。那一样沿着屁股往下，侧面来一刀，然后一样好出来，把鱼肉提起来，然后慢慢提起来。好，你的肉已经碰到这里的骨头，穿过去之后，这边就会形成一个洞，那这时候我们的刀子就换来背这边，准备一个抹布，然后刀子贴着骨头往前。好，然后换这边，这是我们的一片肉了。沉浸式鲨鱼。我们感恩食物，不要浪费食物，其实就是最好的了。那你鱼骨要留着吗？鱼骨待会我们就是跟鱼头一起做一个米手汤，抹布压着，然后慢慢的往前。好，这里要小心一点。对，最后搞定。就是一个完整的鱼片了。对啊，超强，超厉害的。鱼骨头上面的肉，能尽量不残留就不残留，不要浪费。那可以透光看一下。这个鱼骨来做米手是最棒的了，或者是拿来鱼骨炸鱼骨，其实也很好吃。好，那我们把鱼骨处理一下。鱼骨处理一下。这个剪刀好用哦。物尽其用哎。对啊，不能浪费，大自然的馈赠怎么可以浪费呢？我们先来准备汤底的部分，我们就泡一点昆布、姜。哦。我们用一点姜，香哎，很香哦。然后跟昆布，汤底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因为要吃出涮鱼片的那个原汁原味，我们就切姜片，切几片，来几个姜片、昆布，汤底的部分加一点清酒。哇，我们摄影师最爱。来一口。
那鱼骨头的地方，我们先把它取下来。我一直在看，露露想吃了，哎，吃真棒海鲜。差不多其实轻松不错，而且蜂蜜可以直接当那个浴前喝。那我们准备完就是水放在旁边，那沾一下我们的刀子，沾一点水，在鱼片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黏。OK， 哎，不可以咬。撒点辣椒，待会做我们的蘸酱。看着大山，靠着江，甚美。这个姜末，香菜梗跟香菜叶分开。那一样，香菜切末，辣椒来半根，好，辣椒切圈。那接下来最后我们的葱，大葱鸭，葱白，葱白一样分开。姜末、蒜末、香菜梗、葱白，淋上热油、日本酱油、葱花、辣椒，然后我们的香菜叶、荆棘都来点。OK， 这就是我们打边炉的蘸料。那调个味，来一点盐。OK， 我们搞定。我们来试吃一下我们的鱼肉。哇！准备好久，肚子好饿。我们先来一片。这个鱼片千万不要涮太久了。OK， 我把它夹起来。哇，看一下这个鱼，雪白雪白的。那再上我们的酱料。再上一口，来喽！怎样？太好吃了吧？真的很好吃啊，是真的不错了，再来一片，太好吃了，一次2片，哇！哇，自己处理的鱼，没有一点鱼刺，吃起来特别好吃。尤其因为这个就是船钓出海钓的，所以特别新鲜。哇，那个鱼皮其实没想到很 Q 很嫩，哇，这个完美结合。没有一开始想那么抡吗？对，没有一开始我们想象鱼皮这么软，煮过之后，它鱼皮有一点厚度。然后 QQ 弹弹的，然后配上我们那个白嫩的鱼肉，真的是很绝啊！3、2、1，哇，这个酱真的是，因为我们用那个荆棘汁，然后酸酸咸咸辣辣的，哇，真的很赞呢。
这感觉沾海鲜、沾肉应该都很好吃，配上我的最爱。这个要赶快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吃到这边。我们要去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分享了，把这些鱼煮一煮，最后把姜、昆布捞起来，放饭下去，打2颗蛋，就是一锅很美味的鱼片海鲜粥。OK，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